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正舒适地窝在沙发的深处，房间里只有电视屏幕发出的光影在四周跳跃，为这个晚上带来一丝神秘的氛围。你的心情放松，享受着那份来自日常生活简单快乐的宁静。就在这时，一股意想不到的神秘的声音在你耳边轻轻响起。他问你，你是否意识到你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其实都在这一刻交织？初听此言，你可能会不由自主地瞪大眼睛，内心涌起一种混合着好奇和怀疑的感觉，觉得这简直就是一部疯狂科幻小说中才会出现的概念。然而，请暂时把这种怀疑放在一边，让我们一起用开放的心态去探索这个看似不可思议却又充满魅力的观念。想象一下，如果宇宙真的像一个稚嫩而又充满激情的画师，在一张无边无际、广袤无垠的画布上挥洒自如，每一次笔触落下，无论是轻描淡写还是深沉有力，都在记录着宇宙的每一个瞬间，每一幕场景，就像是摄影师通过镜头捕捉到的每一个不可复制的精彩瞬间。这些瞬间连缀起来，就像一幅幅连环画，共同编织出了一部宇宙的史诗般的画卷，既宏大又细腻。进一步深化这个比喻，当你沉浸在一部电影的情节中，被其故事的起伏带动情感的波动时，似乎可以感受到时间的流动和故事情节的连续发展。但如果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电影的每一帧画面，不论它们属于故事的过去、现在或是未来，实际上都已经被预先制作好，并固定在了每一个帧中。作为观众，我们只是在按照影片的播放节奏，逐一欣赏这些已经存在的画面。这样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过去、现在和未来在这些帧中确实是同时存在的。这种对时间和空间的非线性理解，并非空中楼阁之作，它实际上触及了我们对于时间、宇宙乃至于自我存在意义的深层次思考。它挑战了我们对时间作为一条单向直线的传统认识，开启了一扇通往更加复杂、更加多维的时间观念之门。这种深刻的领悟不仅仅是科学家和哲学家探索的领域，它也直接关系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通过这个角度的理解，我们被提醒要更加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因为在宇宙这幅无比宏伟的画卷中，唯有现在这一刻是我们可以确定并且真实感受到的。因此，下次当你发现自己被日常的琐事所困，或是感到生活的压力让你喘不过气来时，不妨将思绪投向这个宇宙级别的哲学思考。这不仅仅是一个思维游戏，它可能会开启你对生活、对时间本质的全新认识，让你以一种更加积极、更加深刻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存在和生活的意义。这样的思考或许能给你的生活带来意想不到的启发和改变。时间的概念对于我们每个人而言，既熟悉又充满神秘。我们通常将时间视为一条不断向前的河流，其中过去的事情已经悄然褪去，成为淡淡的回忆。现在则像是河流中的一滴水，随着时间的流逝不断前行。而未来则像是那河流的下游，还未被我们的眼睛所及，充满了无数的可能性和未知。这样的感知让我们将时间理解为一个单向流动的过程，每个时刻都被下一个时刻所替代，仿佛我们正乘坐在时间的船上，只能向前看，不能回头。但是这种线性的时间观念，尽管便于我们理解和接受，可能并没有完全揭示时间的真实本质。想象一下，如果在宇宙的尺度上，一切事件都已经发生，一切命运都已经被书写，那么我们所体验的每一个瞬间，是否仅仅是这个宇宙故事中的一部分呢？
每一次的现在，是否只是在这个庞大的时间块中一个个细小的节点？进一步思考，如果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上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是单向且线性的存在，而是以某种方式同时存在的，那么这将是怎样一个概念？在这个设想中，时间不再是一条简单的直线，而是形成了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结构，每一个时刻都与其他时刻紧密相连，一起编织成这宇宙无尽的历史篇章。这种对时间的非传统理解，虽然与我们的日常经验似乎格格不入，但它实际上得到了现代物理学，特别是相对论的支持。相对论揭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真相：时间和空间不是两个分离的实体，而是紧密相连的，共同构成了一个四维的连续体——时空。这意味着时间的流逝与空间的结构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在空间中的移动，实际上也是在时间中的穿行。更为深刻的是，相对论还告诉我们，不同的观察者会有不同的时间体验，这取决于他们的运动状态和相对位置。因此，所谓的现在实际上是相对的，每个人的现在都是独特的，基于他们在时空中的具体位置。这种理解方式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更加复杂的时间观：我们所经历的每个瞬间，并非是孤立存在的点，而是时空这个巨大网格中的一个节点，与过去和未来的其他节点紧密相连。因此，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是同时存在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宇宙这部伟大的史诗。通过这样的视角来看待时间，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全新的认识：时间不仅仅是向前推进的线性流动，而是一个包含无数现在的巨大整体，每一个瞬间都与其他时刻紧密相连，共同构建了宇宙的全部历史。这种理解不仅挑战了我们对时间传统的线性观念，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更为深刻的方式，去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个瞬间的意义。这个概念可以通过一个更加详细和生动的情景来加以阐释，让我们的想象力飞跃到宇宙的边缘。那里有3艘外星飞船在太空中的静止状态下展开了一场独特的实验。这些飞船不仅是高科技的代表，而且它们的存在也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探索时间相对性的绝佳机会。首先，第一艘飞船保持静止状态，它并没有相对于我们的地球进行任何形式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象，飞船上的外星生物和我们处于同一个时间维度。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和它们之间有一种假想的即时通讯方式，那么我们的交流将会毫无障碍，就像在地球上的不同地点进行对话一样。这种情况下，时间对我们和飞船上的外星人来说是共享的，没有任何的延迟或时间差异，我们都活在同一个现在的时刻。接下来，第2艘飞船开始以一种惊人的速度从我们这里飞行离去，它的速度是目前人类所能制造的火箭速度的3倍，达到了每秒30公里的惊人速度。这种高速移动造成了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相对论的效应，这艘飞船上的外星人所经历的现在和我们所处的现在产生了显著的差异。如果这艘飞船上的外星生物使用一种类似于我们想象中的超级互联网设备与地球上的人类交流，他们实际上会发现自己能够与1924年的地球进行交流。那是一个人类刚开始向银河系以外探索的时代。这种跨时间的交流展示了速度对时间感知的深刻影响，以及如何使得时间相对性不仅是理论上的讨论，而是有可能实际体验的现象。最后，第3艘飞船采取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策略，它以与第2艘飞船相反的方向飞行，并且也达到了相似的速度。
这种移动的结果是，它的现在与我们这里的现在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这一次，差异是朝着未来延伸的。通过这艘飞船上的外星人使用同样的假想互联网设备，他们能够与2124年的地球进行交流。那是一个人类文明已经迈向更加宏伟的未来。人类不仅仅局限于地球，而是已经在火星和金星等星球上建立了自己的城市。这3艘飞船的故事为我们揭示了时间的相对性这一概念的深刻含义。它们虽然都处于宇宙的同一位置，但由于它们的移动速度和方向的差异，它们所体验的现在却截然不同。这不仅仅是一个对于物理学家来说令人兴奋的发现，也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理解宇宙和我们在其中的位置的一个重要提示。它告诉我们，时间并不是一个绝对不变的量，而是一个随着观察者的移动状态而变化的相对量。这种对时间的理解不仅扩展了我们对宇宙的认知，也深化了我们对存在本质的思考。当我们深入探索相对论及其对时间观念的影响时，我们遇到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难题，挑战了我们对于时间真实性的基本理解。这个问题围绕着一个核心概念展开，即在宇宙的不同角落可能存在着3个不同版本的现在。这引发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这3个不同的现在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现在呢？相对论背后的一个关键原则被称为宇宙民主原则，为这个问题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这一原则认为，在宇宙中，所有观察者的视角和经验都是等同的，没有任何一个观点比其他观点更加特殊或真实。换句话说，这意味着每一个由不同观察者所定义的现在都应该被认为是同等真实的存在。这个原则的推论引发了深刻的思考，如果每一个现在都是真实的，那么从根本上讲，我们通常所理解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分，实际上都必须是同时存在的。这是因为，对于宇宙中的不同观察者而言，他们各自的现在代表了他们自己的真实时间点。这种观点似乎指向一个震撼人心的结论，即过去、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界限，实际上可能只是我们的一种错觉。进一步思考，这个理论暗示着一个更加非线性和非传统的宇宙观。宇宙不再被视为一个随时间线性演变的连续实体，而更像是一个静态的整体的存在，其中所有时间点，过去、现在、未来都同时并存，每个时刻都是真实的。这种观点彻底颠覆了我们对时间流逝的传统认知，迫使我们重新审视时间在宇宙中的作用和意义。这种对宇宙和时间的理解不仅仅是理论物理学的领域，它也触及了哲学、认知科学乃至于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它提醒我们，我们对时间的感知和理解可能只是基于我们有限的视角和经验。在更广阔的宇宙尺度和更深层的物理法则中，时间可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和结构。这样的思考不仅拓宽了我们对宇宙的认识，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视角，去思考我们自己在这个宇宙中的位置，以及我们生活中的许多基本概念。它挑战我们接受一个可能的真相：在这个广袤无垠的宇宙中，所有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实际上是并行存在的，每个时刻都是永恒的，而我们的生命故事就镶嵌在这个超越时间的宇宙画卷之中。这个问题引发了对宇宙本质的深刻反思，挑战我们对时间、自由意志以及宇宙运行规律的基本理解。设想存在一个遥远的星系，它位于可观测宇宙的边界之外，距离我们如此遥远，以至于我们无法用现有的技术抵达，或用望远镜观察到它。尽管这样，我们不能否认它的存在。这个星系无论是否进入我们的视野，
都客观存在于广阔的宇宙之中。这个思考引申出对未来本质的深入探讨。如果未来已经存在，像那个遥远星系一样，虽然未被观测到，却依旧真实，那么宇宙中发生的一切是否都是预定的呢？如果接受了时间的共存，即过去、现在、未来同样真实且并行存在的观念，那么这似乎意味着未来已经被预先书写。这个观点挑战了我们对自由意志的传统理解。在日常生活中，我们经常感受到自己有能力通过决策来塑造未来，比如选择现在是否继续观看这个视频，是否有利于我。这种选择似乎体现了我们的自由意志。然而，如果未来是固定的，这些选择和决定又有何意义呢？这是否意味着我们所认为的自由意志，实际上只是一种错觉？进一步思考，这种观点可能引导我们走向一个看似悲观的结论：也许我们的每一个所谓的选择，实际上都是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已经被确定的。这种理论观点暗示，你的每个行为，或是你做出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宇宙诞生那一刻就已经注定的结果。这样的认识可能会让人感到某种程度的无力感，因为它暗示了我们的决策过程和个人意志的可能性仅仅是一种幻觉。然而，也有另外一种理解方式，这种观点并不完全否定自由意志的存在，而是提示我们以一种更加复杂和非线性的方式来理解它。也许在这个静态且所有时间共存的宇宙视角下，自由意志的概念需要被重新定义，而我们所做的选择，即使在某种程度上是预定的，也许正是这些选择构成了时间的多维度，使得我们的生活丰富而多彩。因此，这个深刻的问题不仅仅是关于时间的本质，它还触及到我们如何理解自由意志决策的意义，以及我们在这个宏大宇宙中的位置。它鼓励我们探索更加深刻的宇宙真理，同时也提醒我们保持对生活中看似简单选择的深刻反思和尊重。在这个宇宙的宏观框架下，每个人的生活和选择，不论多么微小，都是宇宙故事的一部分，都有其独特的价值和意义。量子物理学的探索不仅仅揭开了自然界的一层神秘面纱，更像是将我们引入了一个充满哲学意味的无尽迷宫中。在这个迷宫里，量子过程的本质不确定性展现了其最为核心的特征，一个在根本上无法被预测的宇宙。这种不确定性并不源自于我们对自然界的无知，也不是因为科技发展的局限，而是因为量子物理学本身揭示了一个在其最基本层面上由随机性主宰的宇宙。以一个放射性原子为例，它衰变的时刻是完全不确定的，可能是在下一秒，也可能是在未来100万年。我们可以利用量子理论计算出它在未来某一时刻衰变的概率，但在宇宙的范围内，不存在任何能力能预知确切的衰变时刻。这种本质上的不确定性不仅为未来铺开了一片无限的可能性，同时也使得确定性这一概念显得无力甚至无意义。然而，这种量子层面上的随机性并非没有其深远的意义。考虑到放射性原子的随机衰变可能导致附近生物的基因发生变异，这种变异通过数代的自然选择和进化，可能导致新种类的生物诞生。在这个过程中，每一次量子事件的随机性都可以被视作是宇宙的一次掷骰子。虽然这些事件本身无法预测，但它们共同塑造了我们所知的自然界和生命的多样性。在这样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中，如何定义时间的流逝成为一个复杂的问题。当量子事件的随机性成为现实的一部分时，我们如何界定那一刻究竟是现在，还是仅仅是未来的一片段？
在我们追求定义一个普世的现在和宇宙民主性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几乎无法克服的挑战。然而，在这一系列不确定性中，存在着一个令人惊讶的确定性。对于宇宙中的每一个实体，无论是人类、外星生物，还是从微观的原子到宏观的星系，它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都有着清晰的定义。生命的起点和终点，出生和死亡，在时间线上总是有序排列的。死亡从不会在出生之前发生，这为我们的存在提供了一种相对的确定性。因此，尽管量子世界向我们展示了一片充满不确定性的宇宙，但在我们个体的时间线和存在的意义上，还是存在着一种相对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种稳定性和确定性构成了我们对时间流逝的基本理解。在我们努力理解和掌握时间的过程中，我们不断发现自己身处于一个充满神秘与现实、不确定与确定交织的奇妙领域之中。探索这个领域，既是对自然界最深层次的追问，也是对我们存在本质的深刻反思。在探索宇宙和时间的深邃奥秘时，我们不禁陷入了无尽的思考。对你来说，现在这一刻拥有着独特且非凡的意义。如果我们抛开那些复杂深奥的理论，不去尝试跨越到宇宙的另一端寻找答案，或是不依赖外星智慧来解释现在的深层含义，我们会发现，一切似乎都回到了一个更有序、更加美好的状态。这个现在，在某种程度上是确确实实存在的。这引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问题：我们是否能够在这个现在创造出新的事物呢？让我们回到对宇宙的基本理解上来。在这个思考过程中，我们可能会遇到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或许这个宇宙并不真正包含所谓的未来，可能我们之前的想法全都是错误的。宇宙可能主要由过去构成，而我们通常所讲的现在，不过是宇宙那复杂表面上薄薄的一层。值得注意的是，这层表面并不是平坦的，而是由无数的起伏和凹凸构成。这些不平整的地方是由无数个体经历的现在所共同塑造的。每一个瞬间，无论是生命的一闪而过，还是物体的一次震动，都拥有着等同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在这个宇宙中，每一个观察者都在为宇宙的丰富多彩做出自己的贡献。这意味着，尽管宇宙的规律看似定型，但其实它是不断变化的，是由所有观察者共同创造和维持的。这样的宇宙视角不仅彰显了宇宙民主的原则，也体现了时间的流动性和开放性。随着新的事件不断发生，从一个微小的量子事件到生物进化的巨大跃迁，再到人类日常生活中的小小选择，这些都是在不断地推动宇宙表面的边界向前移动，从而在宇宙的历史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与那些在宇宙诞生之初就已经被设定好、看似静止不变的未来不同，我们所处的这个时间段正处于不断的增长之中，它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性。这种视角给予了我们巨大的希望和力量，说明我们仍然有能力去塑造我们的未来。这不仅是宏观层面上的，也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的每个小决策中。比如，决定看这个视频而不是别的，这样的小决策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塑造。因此，尽管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量子宇宙中，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未来无能为力。相反，正是这种不确定性为我们提供了创造和改变的空间。我们每个人的现在都是宇宙故事的一部分，我们的选择和行动都在不断地塑造着宇宙的进程。所以，让我们珍惜每一个现在，勇敢地做出选择，因为你的每一个决定都是在与整个宇宙共同创造未来。在我们的时间之旅的起点，我们把时间想象成一系列连续播放的电影画面，每个现在的瞬间都像是银幕上的一个片段，生动而具体，仿佛是我们经历的每一刻都被定格成了一幅幅清晰的画面。
这种直观的比喻让我们容易地把握住时间的流逝，感受到每个瞬间的真实存在。然而，随着对相对论的深入学习，我们开始意识到，时间并非如我们最初理解的那样简单直接。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挑战了我们对现在的传统认识，揭示了不同观察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现在。这种相对性让我们不得不深入思考，在这个宇宙中，真实的现在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将宇宙比喻成一块冰冻的实体，时间就像是被永久定格的一系列瞬间，每个现在都是不变的、静止的。这样的比喻暗示我们在这个宇宙中可能并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一切似乎都是预先设定好的，我们的每一个行为和决定都是不可更改的。然而，当我们转向考虑一个不断增长、不断演化的宇宙模型时，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和有趣。在这种模型中，时间不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充满了生机和可能性。未来是开放的，等待着被塑造和发现。这种开放性引发了我们对现在真实性的进一步探索。我们开始质疑，真实的现在是我们正在经历的瞬间，还是已经过去的历史？恐龙的存在与我们现在的生活又有何区别？如果在宇宙的另一端有外星文明存在，他们会如何看待我们对时间的困惑和探索？诚然，这些问题的答案依然是未知的，无人能够给出确切的回答。进一步的，尽管我们已经尝试用多种方式来描述和理解时间，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已经完全理解了时间的全部真相。一些科学家提出，现在这个概念可能在我们周围的小范围内有其意义，但当放大到整个宇宙的尺度时，它可能就变得模糊，甚至失去了意义。而其他一些科学家则进一步提出，时间本身可能根本不存在，它可能只是人类为了理解和组织我们的经历而创造出来的一种概念，一种心理上的构造。还有理论认为，虽然时间确实存在，但它并非宇宙的一个基础属性。这种观点认为，时间可能是从更深层次的物理现象中衍生出来的，正如热量可以从分子的运动中产生，生命可以从无机物的相互作用中诞生一样。这样的理论将时间视为一种由更基本现象产生的刺激效应，而不是宇宙的根本组成部分。不论我们如何尝试去理解时间，它似乎总是保持着一定的神秘性，仿佛是一团难以捉摸的迷雾。时间的概念极其抽象，可能超出了我们作为人类的认知能力。尝试理解时间，就像是用手去抓流水一样，我们越是想要把握它，就越是感受到它的流动和无法捉摸。因此，我们或许需要谦逊地接受一个事实，在时间这个宏大主题面前，我们仍处于探索的起点。这是一场无休止的旅程，每一步都让我们更接近于真理的所在，却又总让我们觉得真相似乎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之外。在这趟旅程中，我们既是探索者，也是学习者，不断地通过思考、提问和迷惑来深化我们对时间这一永恒谜题的理解。